1992年，江西省西谷会村，秋风劲吹，阴霾满天。千顷芦苇中的泥泞小路上，蹒跚走来一个满脸皱纹、脊背佝偻的老人。他今天出狱，在渤海湾的监狱盐场已足足待了22年。傍晚，他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山村。在坍塌颓败的老屋前，他拨开了莫西的蒿草，见窗棂尽朽，似一对无珠的瞎眼，冲他凄惨的对视。妻女已有20年无音讯了，他只是恍惚记得3岁爱女在他被绑走的时候那惊悸的眼神。就是记着这双眼神，他才支撑到了今天。他走出自家破败的屋子，见邻屋有亮，便悄然推开了门。坐在案前秉烛夜书的女子转身向门口看了过去，在那一瞬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猛然间，女子扑了上来，跪在老人膝下嚎啕大哭。老人见家徒四壁，只有破案上面整整齐齐摞着信纸和信封，还有成联的邮票。老人也缓缓给女子跪下，几滴浑浊的泪溢上了脸颊，两个人默默地哭了半天。突然女子站起，女子说：伯父，俺没能给你和俺爹洗清冤屈，对不住啊。老人对着自己的侄女周海清说道：海清，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呀。突然女子站了起来，从悬挂的破篮子里面拿出了一个红包，递给老人。这是您闺女结婚的时候喜烟和喜糖，我没敢烧给您。老人把红包置于胸脯处。女子说：伯父，俺没能给你和俺爹洗清冤屈，对不住啊。老人对着自己的侄女周海清说道：海清，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他将脸贴在了红包上，低声说道：不见面也好，是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啊。第二天早晨，街上的人们发现市公安局大门口横躺一老人，满脸抹白，手撑白帆，上书10个浓墨大字：沉冤20载，昭雪待何日。老人前胸后背缀一白麻布，用血写成的红字：再死一回。他就是昨日刚刚出狱22年前因为杀人被判死刑的周章平。时光倒转，旧案浮沉，在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库里的周章平、周章安杀人案的卷宗已泛出字黄。案卷记载着22年前的一桩罪恶。1970年的7月9日，西谷会村村民狄洪德的女儿狄玉珠高高兴兴地放学回家，母亲应红梅让女儿回家削土豆，小玉珠没有答应，和几个女同学一块出去玩耍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天降暴雨，小玉珠仍然没有回家。狄氏夫妻在学校、村里找了个遍，也没能找到，一直到晚上仍是没有女儿的影子。后半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了黎明。清晨，西谷会云雾缭绕，一个采蘑菇的村民在林密树茂的山涧里突然看见了一个土坑里躺着一个女孩，土坑里面积满了鲜红的血水，采蘑菇的村民便惊呼着朝山下喊人去了。狄玉珠的父母狄洪德和应红梅最先赶到了山涧，一看现场，当妈的当时就昏厥了过去。县公安局的刑警勘察现场，小玉珠的尸体横卧在土坑里，头发蓬乱，衣衫褴褛，从胸到下腹有一道长达29厘米的刀口，裂口宽14厘米，
肝脏被扎5刀，内脏外露。小玉珠已经死亡有8个小时以上。经过一夜暴雨的冲刷，尸体和现场均无法采集到其他的罪证。西谷会地理闭塞，深山僻壤，外人罕至，选择在山涧里面作案，肯定是本地人无疑。凶手杀人手段残忍，似乎有深仇大恨。当日狄洪德便向专案组指控凶手就是本村村民周章平、周章安两兄弟。原因有3：一是周狄两家有3辈夙缘，两家新近有过殴斗；二是在案发前周家兄弟与狄玉珠有个接触；三是周家兄弟说不清案发时间的去向。当日由村党支部书记汤七贤与40多名群众的签字的控告状就送到了专案组，要求公安机关严办周氏兄弟。此后县革委会主任在情况反映上批示定性，这是一起谋杀害命的反革命案件。专案组派了50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溪口会村。7天以后，周章平被撤掉村贫协主任职务，同时被开除党籍。周氏兄弟分别被关押到外地隔离审查。半年以后，周章平、周章安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周章平在绑赴刑场的时候怒吼喊冤，被押回暂押。此时周章安在狱中用筷子戳瞎双眼，绝食死亡。此案始终未取得周章平的口供，而供认与凶杀人的周章安又自虐身亡。复审中改判周章平死缓，监押在渤海劳改盐场。周章平在狱中3获减刑，押满22年后获释。市政法委书记的案头上放着周章平、周章安杀人案的卷宗。如此恶性的一起杀人案，却只有薄薄的3本卷宗，可想而知当时的办案人员处理此案是多么的粗糙。而旁边却摞着周海清20年来写的2000多封寄给中央、省、地、县有关部门的申诉信，而最右边的一摞是这20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之下8次对周氏兄弟杀人案的复查案卷。8次复查，年代不一，办案人员不同，但是结论都是一致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诉无理，予以驳回。20年的漫漫长夜，数百万字的书写过程，数千里的鸣冤之路，还有那鲜血凝就的再死一回4个大字。政法委书记伫立案头，毅然提笔批示，调集公检法办案专家，组成专案组，再查一回。7名资深法官、检察官和警官所组成的复查专案组，正是带着法律的使命走入周氏兄弟杀人案那倒叙的历史中。时光流逝近1/4世纪，物是人非，证人绝大多数已经病逝，活着的也都年纪很大了，也记不清当时的情况。而案犯之一的周章安已经自杀身亡，而案情也已经在当地广为人知。其他的物证和旁证也因为文革时期的混乱而大部分丢失。想要准确无误的复查，甚至改写这段历史，谈何容易。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慈和刘珠英等6位组员经过认真分析，将复查材料梳理成3方面。一是被告方的申诉部分，包括久审不供、不在现场、有诬告3部分申辩，但是又提不出否定犯罪的直接证据。在文革时期，办案条件粗糙，很多办案人员经常殴打嫌疑人，因此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检察院和法院不认为是无效的。而周章平和周章安的不在场证据都不充分，而有人诬告一说也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二是群众反映，包括案发以后20年来，西汇口的乡党委谈案色变，都觉得周氏兄弟冤屈，但是
又提不出确实无罪的证据。很多人从周氏兄弟的平时为人和口碑出发，认为二人不大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推断不能作为证据，即使有怀疑也只能是怀疑。三是原地区公安处派往西汇口督办此案的刑警王遂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20多年来，他对周案始终抱有深深的疑惑。首先，也就是他来到西汇口进行侦查的时候，发现和狄洪德交流的时候，他对女儿之死并不怎么悲伤。其次就是根据当时周围的村民回忆，狄洪德还没有到女儿被害的现场，就大哭女儿被杀害剖腹。虽然事后他解释说是报信人说的，但是询问报信人的时候，他却说并没有说的这么详细，因为他自己也只是看了一眼就跑回去报信了，没有看得太仔细。而20多年过去了，报信的人也已经去世了，即使怀疑，没有证据也仍然不能洗清周氏兄弟的干系。专案组又重新详阅了20年前的案卷，因为当时的历史特征和混乱条件，致使办案草率，证据粗糙，鉴定模糊，处理急躁，给全案从证据链条上又留下了连环相套的疑点。杂乱无章、证据紊乱的案卷使7位刑案专家束手无策。专案组长宋慈决定全组进驻西汇口，一色便装，轻车简从进入农家，真正从时空心态上走回20年前。宋慈一行人来到了西汇口以后，居然意外的在村委会红漆斑驳的打土豪年代的大立柜里翻到了保存的相当完好的1970年7月9日的出工表。出工表上注明了周章平当天的活计是上山砍柴，周章安是进城买农药，恰好这2宗活计都是独来独往。可是在山上遇见周章平的护林老人早已经去世了，而能够在进城路上碰见周章安的人是一个也没有。即使有出工表，也仍然无法证实周氏兄弟不在现场。专案组在村长的带领下查看了当年的现场。令人惊异的是，20年前照片上的现场与今天的山涧别无二致，林木依旧，土坑依旧，他们依旧沉默着，道不出破疑解惑的契机。专案组当然没有放过访问被害人家属。狄玉珠的父亲狄洪德已是花甲老人，谈起20年前女儿遇害，还是双目喷火。他狠狠地将周氏兄弟骂了一顿，仿佛要咬下他们一口肉才解恨。而他的老伴应红梅，女儿死后万念俱灰，皈依佛门，诵经吃素，拒绝与政府人员照面，他们没能提供比案卷更多的情况。专案组在西汇口苦苦地寻觅着20年前的蛛丝马迹，终于收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一是与案件有枝蔓关系的原党支部书记汤其贤。这个汤其贤在本地是一霸，当初就是他集合众人联名控告周氏兄弟，而他和周氏兄弟却有相当深的个人恩怨。周章平当时是农协主席、党支部委员，在选举党支书的时候投了汤的反对票，因此汤其贤对周章平恨之入骨。而且因汤有劣迹，公社中的很多人都想让周取代汤。更重要的是，汤狄两家在案发前结为姻亲，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意。汤对周案的推波助澜显然有私心。二是自女儿被害以后，应红梅极为反常，足不出户，精神恍惚，久病不起，而且在每年女儿遇难日必与丈夫争吵。外人曾经多次听到应红梅诅咒狄洪德缺德，要遭雷劈。三是原案卷的实践报告中提到尸体腹腔内有积水，是水漫尸身所致的，但是检验报告中没有提到有红色泥沙。法医提示剖腹之尸卧于土坑一宿，山洪漫过腹腔内，必会留下山涧内特有的红沙土。宋慈据此推断，
除非是底玉珠是被剖腹以后才被放到土坑的，或者是被放在土坑中才被剖腹的。专案组移师回市，分析密查到的情况，另派2个人仍然待在西汇口收集情况。专案组首先找到了20年前地区公安处尸检法医，经他之口证实尸体腹内没有红色沙土，的确不合逻辑，是本案的一大疑点。经过专案组综合分析，死者母亲应红梅20年的反常表现似有隐情，应该是本案的突破口。在西汇口留守的专案组人员也收集到了重要的信息。发案当夜，底洪德与汤其贤以及另外一个人在底家相聚一夜，没有急着找人，似乎与情理不合。专案组长宋慈率员重返西汇口，2次上门拜访应红梅被拒。无奈之下，宋慈依法在乡派出所传唤了应红梅4次。应红梅紧闭双眼，口中诵经，传唤无效。春日艳阳，距西汇口30里的洛梁山普云寺里，应红梅准时到庙里拜佛。法德住持专备素斋，请女施主到禅房论经。突然从禅房暗处转出了专案组长宋慈，与长老一同开导应红梅。这个50多岁的憔悴女人突然蒙面大动，她说：“你们去找徐青石吧。”宋慈这才知道徐青石便是当夜宿于底家的神秘人物。这个神秘的徐青石已经移居江山县。当他被传唤到县公安局的时候，一看桌前坐着7名法官，顿时露出了大难临头的惶恐。专案组长宋慈坦诚引导，最终使徐青石撕开衣襟，抓破胸脯，说道：“这件事情埋在我心里20年了，也折磨了我20年呢。因我与汤其贤有点沾亲，那天晚上下雨，就与汤宿在了底家。躺下以后，听到1板之隔的里间，底洪德正与汤其贤说女儿淹死在了西汇口。汤其贤和底洪德就商量，把这件事情给周家兄弟栽赃。汤其贤说周家要篡他的权。听着听着，徐就睡着了。徐青石提到当时有一个走山的木匠住在底家，还帮着找人，说是把尸体运回什么的，以后这个人就不见了。经过宋慈调查，这个木匠叫刘德，是秋山县人。至此，周氏兄弟杀人案有重大突破。据底家邻居反映，发案当日，在底家窗下赶猪时，听见应红梅向底洪德哭求，人已经死掉就算了，不要搞7搞8的。底洪德说，反正是死了，割1刀算啥呀？接着应红梅就哭闹着要上吊。但宋慈知道，即使有这些证据也不一定能够翻案。无论是徐青石还是底洪德家的邻居，都害怕汤其贤和底洪德2个人在当地的势力，因此多年来都没有将自己知道的事情给说出来。现在只有努力寻找其他突破口，才能让这起惊天冤案真相大白。专案组又在全地区查找刘德其人。从秋山县归一寨原籍了解到，20年前刘德到西汇口一带帮工，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曾经多次寻找未果，都料定凶多吉少。刘德失踪在周案复查之中，似乎又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周案冤情初见端倪，但要案情大白，必须让酿造假案的始作俑者开口，才能昭雪这20年的四海深渊。专案组的突破口选在了底洪德身上。底洪德年幼上过私塾，少年时学过经济，青年时当过土匪，在西汇口算是有文化、见过世面的人物。专案组长宋慈利用底部知道77已经道破玄机，故作了解周章平杀人经过的样子，接触底洪德。
让狄洪德反复叙述找女儿的路线和经过，并自书了满满8页纸的证言。狄洪德称，在山涧绕树林寻找女儿一圈用20分钟，每次回到涧崖又呼唤3次。专案组长实地走一圈，快则60分钟，慢则要80分钟。回到涧崖矗立，浮尸的土坑距崖仅有3米远，根本不可能对尸体视而不见。抓住破绽，全面猛攻，致使狄洪德低头悲叹，但是仍不肯束手就擒。专案组又转向了汤七贤，旁敲侧击，专攻发案后2日，汤七贤与刘德一同外出，致使刘德失踪20年的问题，直逼得汤七贤大汗淋漓，不得不交代了与狄洪德密谋深夜抛尸身、加害周氏兄弟的全过程。掌握铁证以后，再审狄洪德，也是一攻即破，终于全案大白。时空再次拉回到20年前，上午11时，狄玉珠放学以后想邀小伙伴去林间采煤，小伙伴们不去，狄玉珠便提篮独往。午后突降暴雨，形成山洪，小玉珠躲避不及，被山洪卷入山涧致死。当天下午，狄洪德在寻找中发现了女儿尸体。狄洪德返村时恰好遇到汤七贤，汤七贤拽过狄洪德密谋如何加害周氏兄弟。因狄家与周家素有旧仇，汤与周又有前系心恨，便是一拍即合。当天深夜，2个人窜至山涧，扒开了狄玉珠的衣服。狄洪德用刀割开了女儿腹腔，汤七贤又在肝部猛戳了几刀，伪造了杀人现场。回村以后，又故意在山前庄后不停地呼唤寻找，制造寻女未归的假象。狄洪德和汤七贤在家中静候，当听到有人说山林中发现尸体的时候，便一同扑出，血口喷人，把赃就栽到了周氏兄弟身上。汤七贤连夜伪造了联名控告信，并私刻印件，对诬告周氏兄弟杀人一案推波助澜。苍天有眼，沉冤昭雪，专案组将万言复查报告上呈。专案组长对精神崩溃的汤七贤连攻3日，迫其交代了怕走漏风声而将木匠刘德骗至洛梁山杀害掩埋的罪行。1992年3月12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这一陈年冤案。一审判处狄洪德犯诬告陷害罪，有期徒刑10年，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一审判处汤七贤诬告陷害罪、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同时审判周章平、周章安无罪，支付国家刑事赔偿金1万元。4月16日，周章平、周章安平反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亲自将恢复党籍的决定递给了周章平。老人热泪横溢，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灰色布包，呈给了书记。打开一看，尽是分币和角币，里面附有一张揉搓污渍的字条，记载着周章平每月存入的数额，这是20年的党费。按照农村党员的交纳额1分不差，顿时县委书记泪流满面，全场党员唏嘘暗泣。周章平向全场的群众深鞠一躬，我总算活到了今天。言毕，蹲在地上大哭。那一瞬间，苍天也为此动容，大地为之哀叹。6天以后，周章平在故土那间破漏的小屋里走完了人生最后一刻。他死于急性心脏病发作，他走得安详宁静，无怨无憾。故乡的绿水青山，葬下的是一副霖霖亲故。周家老母在乞讨途中病故，周章安的5岁二女儿在乞讨途中夭折，周章安的小女儿在乞讨中患病，落下了终生残疾。周章平的妻女哭逃异乡，音讯全无。自戳而死的周章安在审讯中镣铐加身，香烟烫灼，
敲骨拔牙，口灌大便，人间酷刑尽绝，终于违心招供。知兄被判死刑以后，自感愧对天地，有负于手足之情，故一死自解。月余，周家老屋坍塌，周章平的大女儿为替伯父还有父亲申冤，矢志不嫁，荒废青春。年届40的周海清远走他乡。